长姐害我难产昏迷，太子夫君对她恨之入骨，逼她喝下绝子汤药，入东宫做了最低贱的洗脚婢。5年后，长姐被折磨得油尽灯枯而死，而我终于从昏迷中苏醒。夫君抱着我喜极而泣，竟为我空置后宫，独宠我一人。可5岁的儿子却只认长姐，甚至纵狗伤我。坏女人，你休想取代我娘亲！夫君罚儿子跪了一夜祠堂。夜晚起风了，我去送披风，意外听到他们父子对话。儿子稚嫩的声音带着哭腔：父皇，你为什么要独宠他？我不喜欢他，我想要娘亲回来。谢怀旭语调悠悠：只有让他怀上身孕，宁破灯将你娘亲魂魄招来时，才能成功夺舍她的肉身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去送披风时，听到殿内父子俩的谈话断断续续响起。父皇，你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好？谢怀旭低声道：云儿，她到底是你生身母亲，当初为了生你，她吃尽苦头。谢云语气很是不满。可娘亲为了您也吃尽苦头啊，您总欺负娘亲，害娘亲总是偷偷掉眼泪，现在却对她那么好，我就是替娘亲觉得难过。说着他顿了一下，追问道：父皇，您到底喜欢娘亲还是喜欢她？谢怀旭失神片刻，悠悠说道：等你娘亲魂魄夺了她的肉身，以后她就是你娘亲，你娘亲就是她。孩儿真的好想念娘亲啊。云儿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得耐着性子静静等待，国师会将你娘亲带回来的。我止不住的浑身发抖，不寒而栗。那盏凝魄灯我曾在东宫司库里见过，彼时我刚嫁入东宫，谢怀旭对我还满心爱意，将东宫司库的钥匙给了我，其中有盏通体乌黑、雕刻精美的古朴宫灯，说是国师所赠，可以将死人的魂魄从地府带回来，有让人死而复生的奇效。谢怀旭低头吻住我的唇，语气偏执地发誓：阿宇，我们是要白头到老的，若你出事，我上穷碧落下黄泉下黄泉，也要用凝魄灯将你复活。5年前的誓言历历在耳，而如今他想复活的人却成了我一生的宿敌。我的长姐林采薇，林采薇的魂魄想要还阳，唯一办法就是夺舍我的肉身，而夺舍的条件之一便是让我受孕。难怪自我苏醒后，谢怀旭便像是得到了失而复得的珍宝，夜夜与我颠鸾倒凤，极尽缠绵，似乎怎么都要不够我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在为复活林采薇铺路。我浑浑噩噩地回到了坤宁宫，大丫鬟春柳赶紧迎了上来：娘娘，您方才去哪儿了？眼看着起风了，若是您受了凉，陛下又该心疼了。我扫了一眼春柳，她跟着我从建宁侯府陪嫁到东宫，是我的心腹。此刻她的脸上挂着一丝温煦的笑意，整个人瞧着无懈可击。可她真值得信任吗？这偌大的后宫，还有一个值得我信任的人吗？我表面不动声色：无妨，随意走走。春柳把斗篷展开，披到我肩头，扶着我进了寝殿，边走边笑盈盈地说道：陛下对娘娘真是情深似海，娘娘体寒，又喜赤脚踩地，陛下就把整个寝殿的地面都铺上了暖玉，赤脚踩在上面也暖暖的，连冬日都不会觉得寒凉。真正体寒的是我那体弱多病的长姐林采薇。我原是不体寒的，只是当初拼死生下谢云后，我昏迷了5年，醒来后身体就大不如前，变得体寒未风。可坤宁宫的寝殿是在我昏迷期间就已经翻修好了，暖玉也是那时候铺上的，我昏迷时身子无知无觉，又哪会觉得寒凉？这暖玉当真是为我所铺吗？有些事不能细想，一想便是漏洞百出。没一会，谢怀旭便来到了我的寝殿。他先是撩起我的裙摆，仔细查看了我被谢云爱犬咬伤的地方，伤口有些狰狞，微微渗出些血迹。谢怀旭亲自帮我换了药和绷带，满眼心疼地问：疼吗？我垂眸不语，烛光摇曳，委屈和难过几乎写在了脸上。他温柔地吻了吻我，轻声道：阿宇，都怪我不好，你昏迷5年，我痛不欲生，日夜守在你的床前，根本顾不上云儿，这才让她被林采薇那女人哄骗了去。
我不由得有些恍惚。难产昏迷后，我的魂魄离体，看到林采薇喝下绝子药，跪在地上，将额头磕得鲜血直流，哭得肝肠寸断。她说自己只是失手将我推下台阶，并非故意为之，并自请入东宫照顾谢云向我赔罪。谢怀旭对她恨之入骨，让她做了最低贱的洗脚婢。京中人人都笑话她，堂堂建宁侯嫡女，出身高贵，门庭显赫，却自甘下贱。为了勾搭太子，竟连脸都不要了，放下身段去东宫做洗脚婢。可林采薇却充耳不闻，不管外人怎么笑话她，也不管谢怀旭怎么践踏羞辱她，她都默默忍受。寒冬腊月，谢怀旭让她跳入冰冷的池水中捉锦鲤，只因我喜欢锦鲤。除夕夜歌舞升平时，他吩咐她在佛堂枯坐，连夜抄写100遍经文，为我祈福。我的魂魄在东宫游荡时，曾看见谢怀旭掐着林采薇的脖子，逼问她入东宫到底有何居心。她仰着素白的小脸，柔弱地回答：殿下想听奴婢的真心话，还是假话？假话如何？真心话又如何？假话便是奴婢入东宫是为了给妹妹赔罪。谢怀旭掐住她脖子的大手骤然用力，贱人！林采薇眼泪扑簌簌滑落，被掐得满脸通红，喉咙里断断续续挤出一句话：殿下哪怕今日掐死奴婢，奴婢也要说出来。真心话便是奴婢心悦殿下，从殿下来奴婢家中向妹妹提亲那日起，奴婢就对殿下芳心暗许，一往情深。眼泪掉在谢怀旭手背上，他手背青筋暴起，像是沾染到什么污秽之物般，将他狠狠摔在地上，语气冷漠地下令将他禁足1个月，就扬长而去。他们互相折磨，又互相陪伴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直到林采薇油尽灯枯，因感染风寒命悬一线。谢怀旭得知后大发雷霆，将整个太医院的太医都传召过来，还扬言若是治不好，便让所有太医通通陪葬。他握着林采薇纤细的手，目眦欲裂道：林采薇，朕对你的报复远还没有结束，你必须活着给阿宇赔罪。没有朕的命令，你若敢死，朕诛你建宁侯府满门。不过是个洗脚婢。谢怀旭不该如此动怒的，那时我大概是做鬼魂做得太久，浑浑噩噩，缺了灵智，忽略了他的反常，忽略了他对林采薇的称呼。早已从最初充满恨意的贱人，不知不觉已变成了林采薇。小小的称呼变化，不知包含着多少不可言说的幽暗情思。谢怀旭柔声说道：你莫要生云儿的气，他年纪太小，尚且分不清是非，我们慢慢教他，总有一日他会明白，你才是他的亲生母亲，是他最该孝顺敬重的人。若不是我已知晓他的真面目，定会被他哄骗了过去。我压下所有情绪，莞尔一笑：夫君多虑了，云儿是我拼死生下来的孩子，我只会疼他爱他，区区小伤我怎会放在心上？谢怀旭怔怔地望着我，喃喃自语道：我许久不曾看到阿宇笑了。我收了笑，回看他，与他四目相对，他眼睛里缓缓流淌的情意，满得几乎要溢出来，然后一把将我抱入怀中。95之尊的天子，此时却像个孩童般，语气闷闷的，听起来委屈极了。这些年，我真的好想你，阿宇。他呼吸变得粗重了起来。阿宇，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，要一个乖巧可爱的小公主。炙热的气息打在我脖颈上，细密酥麻的亲吻温柔地落了下来。大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身体，充满了渴求和暗示。我心中一寒，脑子里瞬间闪过他在祠堂说的话：只有让他怀上身孕，这样宁破灯把你娘亲魂魄招来时，你娘亲的魂魄才能上他的身体。谢怀旭将我推倒在床榻上，不顾我的反对和挣扎，欺身而上，动作强势又温柔，带着不容拒绝的气势。我忍着满腔的痛苦和恨意，假装羞赧地推开了他。夫君饶了我吧，今日我身子不便，无法伺候你。谢怀旭愣了下，竟然还探手摸了一下，试探真伪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在谢怀旭来找我之前，便自己下了2针，催得鬼水提前来了。发现我并未撒谎，谢怀旭便狠狠咬了一口我的唇瓣，宠溺地低笑，嗓音欲色沉沉：阿宇，
你真是要了我的命了。我无声地笑了起来。短短5年，物是人非。我这一生面对林采薇，总是输得一败涂地。林采薇只大我1岁，她打娘胎里就先天不足，带有弱症，自小体弱多病。府中不管请多少神医为她续命，都断言她活不过20岁。父母偏爱她，兄长疼宠她，府里上上下下都把她当成1岁的琉璃捧在掌心，而我却是无人问津的杂草，又使我非常不解。我和林采薇都是爹娘的亲生女儿，他们为何偏心至此？不甘心被漠视的我，学着绣荷包，学着做羹汤，百般讨好爹娘和哥哥，想博几分他们的爱怜。可我娘却剪碎我熬夜绣的荷包，掀翻我熬的鸡汤，无比冷漠地咒骂我：你长姐体弱，你却只知争宠，惹她生气染病，真天生的灾星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我爹大怒，罚我连跪3日祠堂。祠堂里阴寒刺骨，他不让人给我送吃喝，我不吃不喝跪了3天3夜，直到发高热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兄长讥讽我小小年纪，手段频出，学会了卖惨装可怜。林采薇巧笑嫣然，附在我耳边轻声道：妹妹，这个家只要有我在1日，你永远都别想争过我。14岁那年，我独自出门踏青，在郊外捡到了奄奄一息的谢怀旭，他被人暗算，跌入悬崖，幸好遇上了我。我自小被爹娘逼着跟神医学习医术，恰好派上用场。我费尽力气将他背到一个隐蔽的山洞，靠着采来的草药将他救了下来。我们在山洞待了整整10天，这10天我们相依为命，彼此暗生情愫。他伤好痊愈后，将腰间的玉佩作为定情信物赠给了我，让我等着他来提亲。后来谢怀旭领着陛下赐婚的旨意上门，东宫如水的聘礼抬进建宁侯府，爹娘兄长诚惶诚恐地上前行礼。我才知他竟然是当朝太子。林采薇又急又恨，竟然当众失态道：太子殿下，舍妹性子粗鄙刻薄，长相艳俗，殿下莫要被他蒙骗。我和林采薇长相相似，都是京城数1数2的美人。她气质清冷出尘，像9天之上的仙女，而我色若牡丹，浓艳淑丽，不为爹娘所喜。兄长说我长相艳俗，犹如娼妓。谢怀旭抬眸示意，旁边的太监立马了然，抬手掌掴了林采薇一耳光。林采薇瞪大眼睛不敢置信，捂着脸渲然欲泣。谢怀旭神色冷漠：孤的太子妃国色天香，岂容你说3道4？下次若再敢冒犯，孤定不轻饶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被人偏爱的滋味。我那时天真的以为谢怀旭是我此生的挚爱之人，可我的爱人却在救活我的路上爱上了我的仇人。鬼水只能护我7日，我必须尽快采取行动。复活林采薇的关键是凝破灯和国师，需从这2样着手。正思索着，谢云来了。谢怀旭应当苦口婆心与他说了许多，今日他对我的态度缓解了不少。谢云给我行礼，一板一眼的道歉：请母后恕罪，云儿知错了。5岁的小少年，生得粉雕玉琢，结合了我和谢怀旭外貌上的所有优点，五官长得尤其像我，气质却冷清孤傲，和林采薇如出一辙。我微微一笑，扶他起来：没关系，娘亲不怪你。这句话像是触到了谢云的逆鳞，他瞬间暴怒，狠狠推了我一把：你不是我娘亲，我的娘亲是林采薇。说着说着，他眼眶变得通红，嗓音也哽咽起来：要不是因为你，娘亲也不会死，都怪你，我恨你。我盯着他看了足足半晌，轻笑一声，低声道：那怎么办才好呢？你娘亲已经死了啊，尸体都已经埋进土里烂了臭了，被虫吃的只剩森森白骨了。你既然这么喜欢他，不然也下去陪他。你这坏女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到底年纪小沉不住气，经不起半点撩拨。谢云彻底发了疯，拔了墙上挂着的宝剑就要来砍杀我。太监宫女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上来阻拦。谢云虽然才5岁，可他3岁开始习武，已经有些功夫在身上。又是金尊玉贵的太子，宫人们不敢针对他动手，一时间竟然没有拦住他。我的手臂被谢云刺了一剑，尖叫声四起，坤宁宫乱成了一团。
谢怀旭得了消息终于来了，望着混乱的宫殿，气得脸色铁青。我捂着鲜血淋漓的手臂，眼泪扑簌簌往下掉。陛下，臣妾想去京郊的温泉行宫小住一段时间，望陛下恩准。谢怀旭神色有些犹豫。太子对臣妾成见太深，臣妾留在宫中恐怕会加深母子之间的隔阂，不如分开一段时间，各自冷静下，臣妾在行宫好好调养一番身体，也能更快迎接小公主的到来。太子是母的事若是传出去，谢云的太子之位就保不住了。再者，身体养好了也更好受孕，这也是谢怀旭想要的。他恩准了。我在温泉山庄住得很好，太医每日来给我请平安脉，宫人再将我的消息传去宫里。癸水干净那夜，我点燃了迷香放倒宫人，提灯闯进行宫的一处院落，那里住着国师裴彻，他才是我此行来行宫小住真正的目的。裴彻长身玉立站在廊下，仰头望着天上的明月，似乎并不意外我会来，语气淡淡道：殿下请回吧。他一袭白衣胜雪，眉目清俊如画，宛如谪仙下凡，魂魄离体。那5年，我除了在东宫游荡，对谢怀旭和谢云牵肠挂肚，其他时候最喜欢待在裴彻身边。因他是修道之人，气息纯净，让作为魂体的我很舒服。我之于裴彻是陌生人，可裴彻之于我却是朝夕相伴5年的熟人。裴彻此人看着冷心冷情，七情六欲皆空，可偏又有着一副怜悯之心藏在他的石头心里。我对他了如指掌。国师果然神力通天，想必已经算出来我今夜是为何而来了吧。裴彻身姿笔挺，垂眸看着我。昔日我承诺过谢怀旭，许他3个条件，帮他招魂便是他第3个条件。此乃禁术，有违天道，可我乃修道之人，既许诺便不会违背诺言。冬夜清寒，国师与我共饮一杯可好？这总不算违背诺言吧？他沉默半晌，大抵还是良心过意不去。可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我与裴彻连喝3杯，他便脸颊绯红似火，眸光潋滟。你下药？不是药，是蛊，情蛊。我走到他身边，坐到他膝上，抬手揽住他的脖颈，吐气如兰。国师大人，从此刻起，你我性命相连，我死你亦不能独活。裴彻运气想要逼出体内的蛊，情蛊乃我师父所赠，他乃当世神医，早已飞升上界，国师还是莫要白费力气了。果然，他试了半晌，脸色变得惨白，额上布满细密的冷汗，也没能将体内的蛊逼出来，反而催动了蛊虫发作，浑身变得更加滚烫。我臀下坐着的那处尤为坚硬如铁，连带着我体内的母蛊也受影响，让我腰酸腿软起来。我仰头吻住他冰冷的薄唇，大人莫要挣扎了，妾身会让你快乐的。他张嘴欲说话，我趁机咬住他的唇舌，将他推倒在榻上。他眸光破碎，在情蛊的作用下，眼中的情意渐渐满溢，任我为所欲为。我们颠鸾倒凤，纵情欢爱一场。到了最后，已经分不清是我咬他，还是他咬我。从那夜以后，我夜夜和裴彻私会。裴彻看着一副世外仙人、清冷出尘的模样，却极为重欲，次次都将我折腾得浑身酸痛。我嫌弃他要得太凶，他就将我带入温泉池里，轻捻慢揉，温柔小意的伺候。只是这种温柔通常持续不了多久，很快又会变得激狂。温热的泉水一荡又一荡，令人脸红心跳的呻吟声飘荡在冬日的夜空中，久久未能散去。到了第10日，我给自己把出了喜脉，便立马修书一封快马加鞭送进宫给谢怀旭，诉说相思之苦，邀他来行宫小聚。当夜，谢怀旭就出现在了行宫中。我飞奔过去，抱住他的腰，将脸埋在他的胸口，委屈巴巴地撒娇：夫君，我昨夜梦到你不要我了，还拿剑指着我，我被吓醒了，一夜未睡。谢怀旭身子猛地一僵，缓了缓，将我拥入怀中，柔声道：梦都是反的，我怎会不要阿宇呢？我们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。我抬眸看他，眼波流转间风情万种。寝殿香炉青烟袅袅，散放着馥郁芬芳的暖香。谢怀旭看我的眼神逐渐迷蒙，
他拦腰将我抱起来，轻轻放到床榻上，自己褪去身上的衣物，便欺身压了上来。刚要伸手撕开我的寝衣，就骤然晕了过去。下一秒，裴彻面无表情出现在寝殿中。我拖着下巴，冲他嫣然一笑：“国师大人怎么来了？”“林秋雨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”“怎样对你？你既撩拨了我，又怎能让他上你的床？”他眉头微蹙，形状优美的唇瓣紧紧抿着，神色看起来有几分委屈。我眨了眨眼睛，假装不懂。大人这话倒是有趣，谢怀旭是我夫君，我与我夫君行周公之礼，有何不可？裴彻气得半死，又拿我没办法，弹指轻轻一挥，就让谢怀旭从我床榻上凌空而起，又狠狠摔向墙角，摔得很狠。我甚至听到了骨头磕在地上，发出了咔嚓一声脆响。你下手也未免太……下一瞬，我的唇便被裴彻封住，未说出口的话都被他吞吃入腹。林秋雨，我想要你。他声线低哑，带着不容抗拒的强势和独占欲，稳落下来，滚烫而绵密，如同狂风骤雨。他白皙修长的大手已探入我寝衣下摆，指尖所过之处，激起我一阵阵生理性的战栗。寝殿内烛火噼啪作响，映着他眼底一簇簇灼烫又疯狂的暗火。他猛地抱起我，一步一动作地走到谢怀旭身边，咬着我的耳朵蛊惑，叫出来：“青青！”当着谢怀旭的面，我们干柴烈火烧了个厉害。顾忌着我肚子里的孩子，裴彻出奇的温柔，且无比克制的只来了一回。云霄雨歇后，我们拥抱在一起。他轻轻抚着我的背，帮我顺气，黑眸玉色沉沉，声音暗哑道：“青青，是你先招惹我的，以后莫要让他再上你的榻，可好？”我为何要答应你？你想要的，我全都答应你。我在他怀里痴痴笑了起来，笑得花枝乱颤。我想要什么？裴彻垂目静静看我，突然笑了。我心脏顿时砰砰乱跳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裴彻笑，刹那间犹如冬雪初霁，春光万里。你费尽心机找我借种生子，是因你不想再怀上谢怀旭的孩子，又想让我在招魂那日帮你一起骗过谢怀旭，让他以为你的肉身确实已被林采薇夺舍成功吗？这样你便能假扮林采薇，反杀谢怀旭这个狼心狗肺的帝王，以太后之尊临朝听政，夺取天下，可对？他垂手吻住我的唇瓣，辗转思磨。青青，我可以帮你。裴彻真的很聪明，他将我的计划看得一清二楚。我接近他，既是为了借种生子，又是为了让他在招魂那日助我一臂之力，帮我瞒天过海骗过谢怀旭，让他以为林采薇已经将我肉身夺舍成功。我还要他毁了林采薇的魂魄，让他彻底灰飞烟灭。这个计划的关键便是裴彻，我的性命完全拿捏在他手里。但我信不过他，便只能给他下情蛊。子母蛊将我们绑在了一起，同生共死，即便为了他自己的性命，他也不能真的对我痛下杀手。谢怀旭给我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的必死之局，给林采薇铺的却是一条极好的路。此前我一直想不通，若他想要林采薇死而复生，那趁他刚咽气之时，以凝魄灯做法招魂入林采薇自己的身体，岂不是更好？我最初以为谢怀旭那时还尚未察觉到自己已经爱上林采薇，是他死了下葬之后，才渐渐察觉到自己已经爱上了他。可后来有一回，谢云在我吃药时突然冷嗤道：“你别以为父皇独宠你就能比过我娘亲，你喝的参汤是100年人参，可父皇给我娘亲养身子的参汤却是1000年人参，你拿什么跟我娘亲比？”那时我并未多想，以为谢云只是孩子心性，他认林采薇为母，便非要让林采薇压我一头。直到后来我得知谢怀旭的换魂夺舍计划后，我才突然了悟，谢怀旭其实早就爱上了林采薇，没有什么后知后觉，也没有什么等他死后才悔不当初。早在我还在昏迷尚未苏醒时，他就已经计划让林采薇夺我肉身。因为林采薇自小体弱多病，她的阳寿只有20岁，哪怕利用凝魄灯死而复生，她那具破烂的身体也支撑不了多久，而让她活着的最好办法，便是给她换一具健康的身体。谢怀旭的计划天衣无缝，
近乎完美。而我利用裴彻，终于找到了破除死局之法。翌日清晨，谢怀旭悠悠醒来，他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哪儿都疼，像是被人暴揍了一顿，又像是被猛兽踩踏过一般。撩开衣服，身上还有不少青紫痕迹，脑海中闪现出昨晚一幕幕香艳无比的画面。他与林秋雨翻云覆雨大战了5、6个回合，林秋雨美目含泪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在他身下哀哀求饶，美得勾魂夺魄，而他却龙精虎猛，犹如神助，比往常发挥得更好，仿佛不知疲倦。这样也好，这样就能让林秋雨尽快怀上身孕。谢怀旭有些食髓知味，想到林秋雨会被林采薇的魂魄夺舍，既有些迫不及待，又觉得有些不舍。不过等林采薇的魂魄占了林秋雨的身体，那他就能一下拥有他们两人。林秋雨的身体和林采薇的灵魂，其实他还是爱着林秋雨的，毕竟是少年夫妻，曾经也是深爱过的。第一次见林秋雨时，他被贵妃所出的三皇子暗害，坠入悬崖，侥幸未死，却将2条腿都摔断了，躺在地上无法动弹。可三皇子的人还在搜查追杀他。就在他痛得昏昏沉沉，以为自己迟早会被杀手找到，死于非命时，林秋雨出现了。她美得像山间的妖精，跌跌撞撞地将他拖到了山洞中，还找来树枝帮他固定腿伤，找来草药给他敷在伤口上。外头风声鹤唳，他伤痕累累，不敢贸然出现，选择蛰伏。他们在山洞里相依相伴了足足10日，也就是那10日，他对林秋雨情根深重，她是个很善良美好的姑娘。他好奇地问过林秋雨，在外逗留10日，家人不担心吗？林秋雨本来在笑，闻言神色正了正，弯着的嘴角收了回来，他垂下眼眸，轻声道：大概他们都不知道我消失了10日，没人在意我。那一瞬间，谢怀旭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被利刃穿心，疼得厉害，既是为心上人感到心疼，又是为自己，那个从小母后去世，在贵妃手底下夹缝求生的自己。他发誓此生此世都会将她捧在手心里，爱她，呵护她。最初的他也做到了，他帮林秋雨撑腰，打压他的爹娘，掌乖他的长姐。那个气质清冷出尘，却有着一副蛇蝎心肠的女人，竟让他的心上人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。后来他还胆大包天，将怀着身孕的林秋雨推下台阶，令她陷入濒死昏迷的境地。他气疯了，一开始想一剑杀了林采薇，可后来又觉得不能白白便宜了她。他答应了他自请入东宫的请求，日夜羞辱他，折磨他。林采薇却总是仰着一张素白的小脸，楚楚可怜地对他道：殿下，奴婢心悦你，此生无悔。这话像是魔咒，一次又一次的重复，渐渐刻入他心里。然后他发现林秋雨的身影已经在他心里渐渐淡去，自己已经彻底爱上了林采薇。谢怀旭在行宫待了5日，我给他下的迷魂香，让他夜夜陷入美梦之中，以为自己在和我欢好，其实与我欢好的却另有其人。5日过后，我随着谢怀旭一同回了宫。回到宫中半个月后，我表现出孕吐之象，谢怀旭喜出望外，唤来太医为我诊脉。没一会，太医便喜气洋洋地跪在地上，恭喜我和谢怀旭。时间也正好对得上，这孩子就是在温泉行宫怀上的。谢怀旭眼角眉梢都带着喜色，握住我的手道：在行宫那5日，我夜夜耕耘，到底没有白费力气。阿宇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的小公主就要来了。我回他温柔一笑：夫君待我情深意重，我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旁边站着的谢云不屑地撇了撇嘴，眉宇间都是嘲讽和恨意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无非是觉得我蠢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做幸福的美梦。既已怀上身孕，就随时可以换魂。谢怀旭却一反常态，一拖再拖，拖到谢云大哭一场。父皇为何还不动手？谢怀旭蹙着眉安抚他：云儿，再等等。还有何好等的？孩儿今晚就想要见到娘亲，难道父皇舍不下这贱人，不要娘亲了吗？谢怀旭神色沉了下去。放肆！谢云便不敢再张着嘴嚎啕大哭，
改成了抽抽噎噎的抽泣，小身子一抽一抽的，可怜至极。谢怀旭轻叹一声：“莫哭了，那就今晚动手吧。”当晚，谢怀旭邀我去御花园赏月。对饮几杯过后，我便沉沉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正处在法阵中心，地上一圈猩红诡异的符文闪烁着光芒，凝魄灯悬在我的头顶，也散发着幽幽的黑色光芒。国师和谢怀旭站在一起，两人远远地望着我，我浑身动弹不得，无助又害怕地看向谢怀旭，嗓音颤抖道：“夫君，救我！”裴彻神色倏地一冷，他瞥了身边的谢怀旭一眼，眼神如同淬了毒的冰锥。可谢怀旭没有发现，他听到我的呼救，将脸往旁边一撇，不敢与我对视。阿宇，你莫怕，国师正在为你和孩子祈福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心中冷笑，到了这时，这男人竟还在骗我。裴彻开始绕着法阵缓缓走动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他的声音清越动听，吟唱的是艰涩古老、充满诡异韵律的咒语。宫殿内瞬间变得阴冷，一股刺骨的寒风猛然吹过，林采薇的魂魄悠悠出现在宫殿内。他痴痴地看着谢怀旭：“殿下，奴婢终于又见到你了。”谢怀旭狂喜，对裴彻道：“国师，动手吧。”我感觉自己的魂魄从身体里被抽离，我伤心欲绝，看向谢怀旭：“夫君，我这是怎么了？”谢怀旭看着我的魂魄，神色冷漠道：“阿宇，你莫要怪我。”下一秒，繁复符咒在宫殿内飞旋，法阵爆出刺目的白光。白光消散后，两个魂魄不见了，法阵中央只剩下一个女子瘫痪在地。谢怀旭冲过去扶起她，那女子悠悠睁开眼睛，神色清冷又破碎：“殿下，奴婢这是在做梦吗？”谢怀旭眼泪掉了下来：“最了解你的人，绝对是你的对手。我与林采薇日夜相处，早已对她的神态、性格、喜恶了如指掌。扮演林采薇足以以假乱真，加上谢怀旭亲眼见到了我的魂魄被抽离，而林采薇的魂魄被召回，他怎么都不会想到，那个法阵只是一个障眼法。林采薇的魂魄在法阵中灰飞烟灭，而我的魂魄又回到了我自己的身体里。9个月后，我生下了一个小皇子，谢怀旭如获至宝。我又哄着谢怀旭说，那是我与他的第一个孩子，我们历尽生死才重新相守在一起。这个孩子是我们爱情的见证，应当值得全天下最好的位置。谢怀旭被我哄得晕头转向，他以谢云野性难驯，竟然妄图弑母，不遵孝道为由，废掉了李煜的太子之位，将刚出生的小皇子立为了太子。本朝以孝治天下，当初李煜持剑砍伤我，太医院都有脉案，一查便知。且他性子急躁，有些蠢笨，众臣皆知。以往是因为谢怀旭只有他一个皇子，再怎么不成器也只能忍了。可现在有了小皇子，也是皇后嫡出，众臣便默认了。谢云被废那日，哭哭啼啼来寻我，我漫不经心地哄着他：“娘亲会再劝劝你父皇的，莫要哭了，娘亲不会不管你的。”谢云被哄了回去，当夜就被皇帝下旨圈了起来，不能再踏出他的宫殿半步。太子1岁生辰时，谢怀旭大赦天下，还宴请群臣一同庆祝。可那晚他喝多了酒，忽然想要去城墙看月亮，却不小心失足跌了下去，浑身是血被抬了回来。太医也束手无策，谢怀旭却让所有退了出去，吊着最后一口气对我道：“朕还年轻，朕不想死。采薇，你快去请国师，国师有办法。”我坐在龙床边，无动于衷。陛下，国师承诺你的3个条件都已经用完了，他不会再帮你了。他猛地睁大眼睛，指着我道：“你不是林采薇，你是林秋雨。”我盈盈一笑，娇嗔道：“夫君都要死到临头了才认出我来，可真叫我伤心。”谢怀旭目眦欲裂，喘着粗气道：“毒妇，你这毒妇！对了，夫君。”我俯身靠近他，偏着头，笑得天真无邪：“咱们的小太子，他不是你的骨肉呢？毕竟你碰一下我都觉得恶心，又怎会再次怀上你的种？”谢怀旭脸涨得通红，脸上写满了悔与恨。
然后两眼一翻，彻底断了气。我扑在他的胸口，哭得肝肠寸断，惊呼道：“陛下！”皇帝突然驾崩，国朝不可一日无君，1岁的小太子便登基为帝，而我这个皇后也升级为太后，临朝听政，在国师的辅佐下，代天子治理天下。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我去谢云宫里看了他。他如今7岁了，比当年要聪明了一些。看到我时，他眼中充满了恶意。林采薇，你这个居心叵测的贱人，是你哄着父皇废掉我的太子之位。原来你当年对我好，都是在骗我，你还我娘亲，还真是执着，偏向谁就叫谁娘亲。我觉得有些好笑，便笑出了声。谢云被觉受到了侮辱，张牙舞爪地扑过来，想要杀我。我一脚踢开他，你自己蠢怪谁？认贼作母，全天下你这个废太子是独一份。不管他在身后如何咒骂，我径直离开了。当晚，谢云的工人来报，废太子自缢身亡了。我心中划过一丝微的波澜，很快又消失不见，淡淡吩咐道：“按亲王礼制厚葬了吧。”裴彻踏着月色而来，袍角带着夜露的微凉。他放弃了飞升，留在凡间陪伴我。我平退宫人，和他一起走进温泉池中。片刻后，激荡的水声响起，我满脸绯红，靠在他怀里休息，轻声道：“放弃飞升，值得吗？”温热的唇落在我的耳畔，他清越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魏青青，甘之如饴。”我抚摸着他的胸膛，漫不经心地笑道：“你不是魏青青甘之如饴，你是被情蛊操控了，甘之如饴。”裴彻轻笑一声，并不回答。他不会告诉他，他从始至终就没有被下蛊。那情蛊虽然厉害，却也奈何不了他，如今正好端端被他养着。他对他的情谊自然也并非因为情蛊。早在他的魂魄飘飘荡荡，围在他身边那5年，他就已经对他怦然心动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